俄军防线再被突破，驻扎在第聂伯河前线的俄军指挥官马卡列维奇上将已被解除职务，原因就是乌军从多个地点登陆成功，而马卡列维奇却未能准确报告实地情况，导致战斗上的失败。而在另一片战场，俄军重型旅几乎被消耗殆尽，多支部队遭遇沉重打击。自从去年11月份俄军从西岸撤军并炸毁3座桥梁之后，赫尔松这片战场几乎进入了冻结的状态，俄乌双方似乎都不重视这里了。赫尔松几乎快成双方的养老基地了。乌军长期驻扎在这里的是几个领土防卫旅，外加一部分特种部队和炮兵。俄军用来防守的部队也是一些杂牌或2线部队，或者是在前期作战中战损比较严重的部队，前来这里进行休整。双方交战方式也是以炮击为主，或者是组织小股部队争夺河中州的无人地带。不过相对来说，乌军的进攻要更加积极一些，俄军主要还是被动防守。在经过1年的交手之后，乌军控制了大部分的河中州，并在安东诺夫桥头建立了固定阵地。俄军也在东岸地区打造了相应的防线，但主要阵地并不在河边地带，而是在东岸有一定纵深的城镇、交通要点以及有利地形下构筑起的防线。在俄军冬季攻势拉开帷幕的时候，乌军突然派遣4个营级特种作战单位强渡第聂伯河，打算在俄军控制的沿岸地区开辟新的战场。一时间，外界猜测这里可能会成为乌军下一阶段的主攻方向。此次强渡行动发生在10月17日到18日期间，乌军海军陆战队第35旅、36旅下属的4个应急部队陆续渡过第聂伯河，向河对岸的俄军发动了进攻。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乌军真正组建完毕并具备作战能力的海军陆战队主要就是第35、36旅。而在马里乌波尔战役中，第36旅主力遭到重创，随后乌克兰以36旅剩余兵力为基础进行了重建，并在赫尔松反攻作战时重新参战。而第35旅战争爆发后，部署在敖德萨地区，作为反登陆部队，在俄军登陆威胁消失后，该旅则是赫尔松反攻的主力部队之一。在乌克兰夺回赫尔松之后，这2支陆战旅被调往顿涅茨克的正面战场。在此之后，乌克兰又组建了第37、38陆战旅，其中第37旅是标准化的北约制式旅。在今年6月反攻行动开启之后，第37陆战旅是率先投入到大诺沃希尔方向的部队之一，主要装备了法国援助的 AMX-12RC。后来乌军又将第35、36陆战旅也投入到了大诺沃希尔卡方向。尤其是第35旅被乌军当作主力使用，甚至可以说是这一方面的头号王牌，曾连续拿下数个居民点。在战线僵持之后，乌军又将第38旅增援过来，自此乌军拥有的4个海军陆战旅都投入到了这个方向作战。目前这4个旅都已经撤出部队，除了第37陆战旅去向不明外，剩下的3个旅都出现在了赫尔松，并参与渡河作战。也正因此，外界才会认为赫尔松将会成为乌军下一阶段进攻的目标。在这里就不得不说一下俄军的自大了。乌军在登陆之初，除了会遭遇炮击以外，基本碰不到俄军的暗防部队，因为压根儿没有几个俄军。外界猜测，俄军可能觉得河防战线有大河屏障，乌军难以投送大量兵力和重装备渡河，即便渡河后也难以快速发展进攻，俄军可以有充分时间来应对。另外，河防战线很长，从卡缅西克到金本沙嘴总计达400公里以上。自新卡霍夫卡水电站以下的赫尔松核心段也有160公里以上，俄军不能在如此长的辅助战线上布置大量兵力，所以只能将兵力部署在重点防御的地点，无法将俄军分散到所有位置。在乌军渡河登陆战打响之后，俄军长时间空袭和炮击乌军最新建立的2个桥头堡阵地，此举也导致进入前线战斗位置准备进攻的乌军主力被迫退回桥头堡阵地。乌军之所以会持续遭遇袭击，原因就是有人出卖了乌军阵地坐标。在经过调查，乌克兰破获了一个赫尔松间谍组织，该组织的领导者是一名赫尔松地区的商人，在赫尔松被占领期间向俄罗斯投降了。这个组织有4名成员，主要为俄军收集并提供火炮、导弹袭击的坐标。在得到坐标之后，俄军曾动用上百门火炮，发射数千枚炮弹以及制导炸弹，对乌军新构建的桥头堡狂轰滥炸。
不过幸好这2个新建立的桥头堡设立了缓冲区，并利用火炮的优势压制俄军地面部队的推进。目前这2座桥头堡仍在乌军控制之中。目前在第聂伯河地区，乌军除了部署海军陆战旅以外，还有数个飞骷髅和马扎尔之鸟无人机营，这是乌军有名的无人机部队。这些无人机部队主要是配合海军陆战队对俄军发动进攻。目前乌克兰正在拓宽另外2个桥头堡的道路，以便部署装甲车。乌军的不断推进让俄罗斯始料未及，吹嘘了几个月的赫尔松防线也崩溃了。俄罗斯媒体报道称，由于战斗不利，谎报军情，俄军在赫尔松地区的指挥官奥列格·马卡列维奇上将已经被解除了职务，由空降兵司令米哈伊尔·特普林斯基指挥赫尔松地区作战。为了应对乌军可能发动的进攻，俄罗斯还紧急将扎波罗热方向的部队调集到赫尔松地区，来增加兵力部署，包括 BARS、TRV 以及新成立的 PMC， 以便加强赫尔松左岸的防御。虽然乌军在赫尔松的行动正在迫使俄军尽可能的调动部队，这必将影响俄军在阿夫迪夫卡的进攻行动，但俄军对阿夫迪夫卡的痴迷已经变得非常痴狂。由于普京亲自下令要求俄军拿下阿夫迪夫卡地区，因为只有夺回阿夫迪夫卡，俄罗斯才能公开宣布乌军反攻失败。如果做不到，俄罗斯在舆论上将面临巨大压力。乌军不敢掉以轻心，已经从南部扎波罗热战线调来了最精锐的第47旅加入战斗，但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证据。自10月10日以后，俄军在阿夫迪夫卡战场已经损失了数千名士兵与数百辆坦克、装甲车，不少地面部队，已经完全丧失了战斗力。俄军不止出动了8个旅在这里进攻，同时还抽调库皮扬斯克方向更多的部队来到阿夫迪夫卡增援。但俄军在早期战斗中损失过于巨大，面对乌军的反击已经出现力不从心的状态，就连掩护俄军的苏25战机都在阿夫迪夫卡8公里处被乌军使用便携式防空武器击落。此前几周，俄军在阿夫迪夫卡地区不断进攻，也损失了数架苏25战机。在第一波损失数千兵力与数百装甲车辆之后，俄军又集结了12个摩步旅、16个步兵团、22个步枪营、11个坦克营以及3个战斗分队，总共4万兵力，准备再度发动进攻。而乌军也在此集中了多个旅，利用火炮优势对俄军有生力量进行大规模杀伤。但俄军出动大量装甲力量都没有拿下阿夫迪夫卡周边的高地，俄军从东线调来的第2集团军和第21重装旅基本消耗殆尽，第30步兵旅也遭受沉重的打击。俄军在损失大量装甲力量与兵力后，已经难以组建大规模的装甲纵队，只能通过装甲运兵车将步兵运到某个远离乌军火力的地点，然后通过步行进入战场。但结果就是，一旦被乌军火炮发现，俄军将损失惨重。曾有乌军士兵估计，俄军纵队在抵达战线之前，就会因乌军炮火打击损失20%左右。简单总结一下就是，俄军进攻阿夫迪夫卡这么久，在这里消耗了大量的最精锐的部队，但到目前几乎没有什么收获。阿夫迪夫卡的重要性不在于这座城市本身，而在于它的地理位置。这座城市位于顿涅茨克西北部，距离双方前线只有14公里，毗邻重要的铁路枢纽，是通往乌克兰南部和克里米亚铁路陆路的必经之地。对于乌克兰来说，巩固阿夫迪夫卡地区的阵地至关重要。只要能够坚守住，俄军就难以向北推进，同时也能更好地控制顿涅茨克与卢甘斯克2个重要地区。俄军向阿夫迪夫卡抽调的部队越多，就意味着库皮扬斯克、赫尔松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俄军防守力量也就越弱，反而让乌军在赫尔松的推进变快。相反，如果俄军夺下这里，乌军防守也将面对极大挑战，因为乌军的后方地形并不有利。英国专家认为，俄罗斯已无法在作战层面进行有效进攻。阿夫迪夫卡战役只过去短短2周时间，却创下了俄军今年来的最高伤亡率。巨大的伤亡已经导致俄军士气相当低落。10月26日，塔夫里亚方向的发言人表示，自阿夫迪夫卡方向的进攻开始以来，俄军已经在阿夫迪夫卡和马林卡附近损失了5000余名士兵。10月27日，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俄军在库皮扬斯克、巴赫穆特、马林卡以及阿夫迪夫卡等地区的进攻未能取得任何成果，于是俄军在莱曼、沙赫塔尔斯克和扎波罗热方向重新集结。10月28日，乌克兰国防部长在电报频道官方账号宣布，当天乌克兰国防军摧毁了740名俄军武装人员、23辆装甲车、22辆坦克以及18套火炮系统。
在巨大的伤亡影响下，俄罗斯为了补充前线兵力，只能再度进行动员。从10月初开始，俄罗斯国内征兵委员会已经接到命令，将强制动员俄罗斯公民前往前线，主要是那些从中亚国家移民并成为俄罗斯公民的人。此次动员由俄罗斯军事委员会组织收集与核实公民名单，再由国民警卫队负责文件核实与招募。为了支撑这场战争，克里姆林宫正在把更多的资源转移到军事上，同时减少了医疗和教育的资金。而北约也在近期重申了对乌克兰的长期支持，尤其是在中东冲突爆发之后。好了，本期影片就到这里了，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再见。